分辨出哪段是投影，哪段是电视，哪段是原片了吗？把你们的结论打在弹幕和评论区，稍后我会给出最终答案。戏剧的冲突、立场的冲撞和观点的不同，就像选购电视和投影一样，都有各自的适用场景。那我们尝试让生活慢下来，品味一下它们各自的味道。Siri， 打开投影。从4年前首次使用 H2 一路迭代到主打 4K 显示的 RS Pro， 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 H3， 从那时候开始就在不断的蝉联各种榜单，成为几米主力的畅销机型。而随着国内平台真假 4K 片源的上架， 1080p 的分辨率已经慢慢无法满足我的胃口了，就连投影介质我也从白墙变成了抗光幕。相比上一代，金属拉丝的材质被延续下来，但外观的设计回到了家族设计中，所以你更喜欢哪个设计呢？物理按键的布局仍然处于投影的尾部，但设计感更强。自研的光机和散热系统可以更好地控制体积，但接口方面与上一代保持一致，就是没有迎来 WiFi 6，这个多少有点遗憾。镜组的保护材质呢，也换成了丹麦的羊绒蒙布。别的不说，体验期间北京沙尘天气居多，我基本保持拍摄1分钟，清灰5分钟的节奏。而这个材质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精脏了。而滑门打开后，这一颗颗小眼睛就显现了出来。变焦摄像头、CMOS 模组、TOF 激光雷达和光线传感器，听起来像个手机配置。而具体用途比起同期新款 H3S 的优势，后面会有提到。那首先就公开前面那段影片的答案吧。画质的提升相比于上一代，由于亮度升级带来的感官体验那是很明显的，而动态补偿的算法有着肉眼可见的差异。画质的优化呢，也会随着你选择观看内容的不同而自动调节。而色彩方面，不客气地说，明显优于前几代产品。所以这几个片段，你猜对了几条呢？在硬件层面，使用0.47英寸的芯片，更多还是为了平衡亮度、家居尺寸以及画面大小。软硬件的优化，中肯的评价一句：很流畅、很锐、很准。系统层面无广告和不到5秒进入主画面的特点，那都已经不能叫特点了。内容页面分级虽然很多，但跟手且操作顺滑。无论你使用的是物理还是 APP 中的软遥控器，这跟手程度秒杀不少的安卓电视了。再结合变焦摄像头、光线传感器、激光雷达和 CMOS， 大概能实现的效果就是传感器的协同让自动对焦变得更加精准，无论正头还是侧头都可以自动寻找幕布边缘。而随着环境光变暗，亮度也会随之变暗，同时色温也会为了护眼而由冷转暖。这样一来，散热风扇就不用满负荷运行了。动态调节带来最大的优势就是噪音降低，哪怕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，机身最热的区域也只有区区的40度。如果你对40度没概念，回头看看这30度的屁股的余温吧，大概就有个参考了。这么多传感器只实现这么点功能，恐怕太浪费。墙面避障才是这次自适应画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升级。以这个房间为例，注意到白色的开关和白色打印机了吗？同时还有一面白墙。CMOS 严格来讲可以区分颜色和色阶，但在暗光条件下想实现避障， TOF 激光雷达的加入才是点睛之笔，它多了一层深度信息。这么说很难理解，我们实际操作一下。这个就是激光雷达配合 CMOS 扫描房间后的空间关系。激光雷达负责避障，而 CMOS 负责颜色信息和幕布边界，层次关系就被划分了出来。只要存在遮挡芯的校正逻辑，就会尽可能的避开它，从而实现更清爽的观影环境。当然了，有时候我们也会为了更大的尺寸，忍受一下个别小配件的存在。而在多数投影品牌还停留在60赫兹刷新率的当下，1080p 120赫兹的加入才真正完善了体验。在打开选项后，发光系统的抖动就像开了涡轮增压一样，一切变得无比流畅。
虽然是插针算法，但大尺寸荧幕带来的撕裂感，在这个功能打开后，一切都迎刃而解，并且侧头和游戏模式下一样可用，甚至接入游戏机后还能开启 1080p 240赫兹的变态模式。我不咋打游戏，所以借一台游戏机随便演示一下好了。讲真了，那12毫秒的低延时，我自己感知不强。真能感知出来的小伙伴，麻烦弹幕吱一声，让我看看高手真的在民间吗？瓦拉内，卡瓦哈尔，门前试射。投影仪和电视之争，似乎这几年慢慢大家都冷静下来，也有不少的小伙伴已经慢慢接受大尺寸带来的沉浸感。而面向有娃家庭的儿童模式，低蓝光和护眼功能又是多一层的保护和关爱。但不得不提一嘴，下次升级这个功能可以自动退出吗？或者打入一下商业市场？对于我这种经常提案的人来说，有时候甲方爸爸的投影仪真的是差点意思。有那么多的投影方式，想必除了家用之外，小型的工作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。我们让眼睛享受了从1080到4K 的画质提升，而面对全系标配哈曼卡顿调教的音响系统，这个声音是你喜欢的味道吗？新款的 RS Pro 带来的升级是明显的，赶上欧洲杯和618的剁手月，预算充足的小伙伴可以考虑入一台体验一下。如果你想买入门产品，也可以考虑刚刚升级完的 H3S， 虽然是 1080p 的，但软件功能上基本和 RS 不相上下。如果你正好和我一样是个果粉，请迎接接下来的彩蛋吧。HDMI 中其实一直含有一个叫音频回传的功能，而多数的 2.0 标准仅支持低带宽的 ARC。 简单理解就是将支持这个功能的功放接入投影之后，就可以无延时的将所有串联在该设备上的声音进行输出。这也是电视和回音壁的常见组合，而投影仪呢也是同理。而伴随着新的 Apple TV 4K 的迭代，也带来了这一代上独有的功能。简单粗暴理解就是可以把 Apple TV 当作功放，通过无线的方式零延时的将音频传到 HomePod 上。倒计时不能超过1个月。老爷，这回再不靠谱啊，就罚您钱。让我开心人了。美术啊，我叫张磊，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家庭。为什么要相信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公关小姐？哦不，不是你想的那种。哎呀，不想，我看您最近老来，不如办张卡啊。第一个好处就是完全没有线材，其次投影仪内置的视频资源也同样支持 HomePod 出声，甚至接入游戏机后也同样可以保持零延时。有没有被爽到呢？视频开头就演示过用 Siri 开关投影仪，其实也只是卖个关子。HDMI 本身就具有 CEC 功能，而这个功能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，插上线来就可以实现。有没有觉得瞬间便捷和智能了呢？如果你觉得这些小技巧有些用，还希望看见你的一键3连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